30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谭克飞大校除了发布消息介绍解放军近期的重要演训活动外，还对美、英、日等国发表的涉华不当言论进行驳斥，并明确指出，美英澳三方核潜艇合作方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危害极大。美英澳近日公布三方核潜艇合作详细方案，美国将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后续可能追加出售2艘。三国还计划以美英技术为基础，合作研制新型核潜艇。有分析指，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拥有核潜艇的无核国家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极其危险。在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必然涉及核技术的转让和核燃料的转移。当前，全球只有6个国家拥有核潜艇。美英澳三国的做法一旦被其他国家效仿，核扩散的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包括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公开讨论要搞核共享，甚至是拥核。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表示，美英澳组成这种冷战思维主导的小圈子毫无益处，危害极大。三方的核潜艇合作，一是制造核扩散风险，将是历史上核武器国家首次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动力堆及武器级高浓油，存在核技术及核原料扩散巨大风险，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二是可能诱发军备竞赛；三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国家认清时代发展大势，摒弃损人利己的私心杂念，虚心倾听国际社会呼声，切实履行自身国际责任义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区域战略平衡将被打破，地区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此类合作是个别国家核威慑政策的延伸，是其构建亚太版北约、维系自身霸权的博弈工具，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少地区国家对此深感忧虑。另据报道，美国近日公布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高达8860亿美元。美防长称，该预算旨在应对所谓中国步步紧逼的挑战。同时，英国政府日前发布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称，为应对中俄挑战，应计划未来2年增加50亿英镑国防经费，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提升至2.5%。对此，谭克飞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借口增加军费预算。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世界各国而言，中国是划时代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一直以来，世界各国中国防预算最高的是美国，四处发动战争、制造动荡的也是美国。美国才是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同时，我们敦促英方端正心态，秉持对华正确认知，停止渲染炒作所谓中国挑战。而日菲外长、防长近期分别举行会谈期间，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加强军事活动表示关切，影射中国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称将密切日自卫队和菲军协作，并与美加强合作。分析指，日本希望通过加强双边关系，将菲律宾变为客户，扩大武器出口市场。另一方面，拓展印太机制，提升地区影响力。日本将菲律宾视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点，一直试图通过强化美日菲关系，拉拢菲律宾成为其盟友，谋求获得区域竞争优势。谭克飞表示，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国家抱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借所谓中国胁迫、中国军事威胁等搞小院高墙、军力扩张，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需要强调的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针对个别国家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侵权挑衅行径，中国军队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编写、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 （2022-2023）》发布会30号在北京举行。蓝皮书全面阐释了2022年中国外交的恢宏实践和丰硕成果，并认为2023年国际形势将围绕安全与发展2大主线深入展开。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回的报道。本次发布的蓝皮书共分为上下2篇，涵盖大国国情、地区形势、经济问题以及全球治理热点问题。
下篇专门论述中国外交政策及中国与各方关系。在发布会上，与会学者围绕中美关系、全球化治理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在今天研讨会的现场，学者和嘉宾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动荡的变化，尤其是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相互激荡，转型期特征更加突出。去年以来，东盟国家成功举办东盟峰会、20国集团峰会，内部凝聚力不断增强，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了鲜明的独立性。中亚国家元首会晤机制走时，强调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建立共同立场。整体来看，世界各国更加迫切谋求独立发展，地区国家相互关系改善势头明显，全球化趋势仍保持韧性。与战后的相比，今天的国际形势确实是好像是偏离了西方的一些预期。世界进入大一统，不论历史上的起点如何，全球化从孤立走向联系，从封闭走向开放，始终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的诉求与发展的轨迹。全球化虽然遭遇了阶段性的挫折，正在经历换轨调档的阶段，但是它的进程不会终止。蓝皮书指出，去年以来，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牵引世界大分裂，带来深重危害。在亚洲竭力搭建排他性阵营，鼓噪分裂对抗、脱钩断链。具体来看，美国先后出台印太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确定为系统性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继续打贸易战，纠集对抗中国的阵营。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导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年里，危机也带来变革，孕育希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加自觉地加强团结，开展合作。与会学者表示，当前中美博弈主要还是围绕国际秩序展开，以西方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松动，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动摇。展望2023年，国际形势将围绕安全与发展2大主线深入展开，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这样一种崛起的态势，对于原来美国的主导这样一种力量格局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变化。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秩序的转型和调整过程中，它是一种局部的调整它是一个缓慢的局部的调整。包括中美的这样一种博弈，通过在一个动态的这个变化中能够如何去形成一种共识，对于各方的利益，对于各方的诉求的一种新的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蓝皮书全面阐释了2022年中国外交的丰硕成果。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开放合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机遇，为稳定大国关系中流砥柱，为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贡献，为完善全球治理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中国外交其实在最近这2年，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层面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包括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3大倡议呢，应该说是未来也是中国外交的3个重要的着力点，因为这3个倡议刚好针对特别重要的3个方面，就是安全、发展和文明。中国外交会更加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